放心吧。宇文大人，宫中如何了？这还没有查出来吗？如文叔叔，若是问案去督察院也好，将我们关在这儿，算怎么回事？就是。本案涉及重大，不可随意透露内情。之前本官就已经说过，今夜会馆之中共12户人家，裴大府义子7人，就藏匿于各位家主之中。你们若是有任何线索，便速速报来，否则如何？你还想杀了我们不成？邓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今夜会馆之中的各位，半只脚皆已跨入鬼门关。圣上赐我尚方剑，就是赐我先斩后奏之权。今夜子时一过，每隔1个时辰，本官就斩杀1人，直至你们供出裴党义子7人的身份。母亲！小娘，爹爹他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小娘，你说话呀，小娘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你别怕。怎么办呀，姐姐？你要干什么？此事一定与你有关，把真相告诉我。你凭什么认定与我有关？你与宇文伯伯2次夜会，皆提到有大事共谋。前几日，你还曾语焉不详地告诉我，说我很快就会明白一切。自我入京归家，我便察觉你对父亲怀有隐恨，可这恨意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你想要借此时机，以庄家主母的身份污蔑父亲就是裴党义子？陈嬷嬷，三小姐被吓疯了，让她离我远点儿。三小姐，别让老奴为难。不是我疯了，是你疯了。这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，把嘴给我闭上！傅云溪，这左行厂一案，一直是由你来负责。你查了这么久，难道就没有一点线索？我若有线索，怎能落得这般境地？我看是你有意包庇隐瞒，不敢深查吧？连宫中太监都在传言，说你爹去岁亡故，极有可能是因畏罪自戕。这阉党义子，分明就是你爹傅平生。傅家老爷去岁不是因病亡故的吗？京中因为左行厂一案闹得血雨腥风，听闻许多裴党余孽因为不堪重压，纷纷畏罪自戕。如今却拿我们当替罪羔羊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傅云溪，你还不承认？若真是如此，父兄，你还是莫要包庇领罪了。对啊。我确有包庇之人。是谁？裴大夫在京城有一处私宅，月前大理寺接到举报，说有人曾在裴宅门前瞧见了邓家大人的马车。兄长，祖父的。
傅少卿，裴大福煊赫多年，向来喜欢在私宅招揽宾客，满朝文武皆受过他的宴请。若以此论证，恐怕不足以为信。邓小姐所言在理，也正是因此，我才授意将此事先按下。是哪个宵小这般污蔑我邓家？好啊，果真是有你这小子！此前你打着你外祖名号，在外卖官鬻爵之事遭我撞破，你便想以此诬陷我邓家满门。有胡争！我是亲眼所见，何来污蔑啊！我去你的！你是东西鬼，为何把我们挤到这儿来？放开！你们到底是人是鬼？凭什么这样对我们？阿芝，别怕！你们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？为什么要把我们抓起来？阿芝，要干什么？云溪，回去！云溪，让开！云溪，别去！云溪，你别过来，我们没事的，没事啊！傅少卿，今夜兄弟们也只是奉旨行事，难道要抗旨不成？这是杀头的大罪，傅大人，别让我们为难。阿芝，你没事吧，阿芝？阿芝，别去，危险。多谢。傅云溪，你住手！把刀给我！你想害死傅家满门？站住！今夜，凡是踏出大殿者，都是抗旨不遵。圣上的旨意是什么？你们有谁宣读过？此事全由宇文大人主使，圣旨何在？既然并无圣旨，那又何来抗旨不遵？今夜关入大殿者，皆是当朝重臣家眷，即便子时过后便要斩杀，但眼下离子时尚远。你们如此刀剑相向，到底是谁抗旨不遵，胡作非为？云溪，阿芝，不怕啊，爹爹在，没受伤吧？你没事吧？母亲，先带阿芝进大殿吧。快，你二姨！老实点，还不放开！阿姨，一帮死听使的，也不知道扶我起来，留着力气给你爹摔碗盆去吧。我要见宇文长安，他在哪儿？宇文大人还有要务在身，没时间见你。所有人都退回大殿，不然我真的不客气了。我有关于裴党义子的线索要禀告。小姐有什么线索，直接跟我讲，我可代为转达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我怕你没资格听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，走。没事吧？放心。方才多谢了。我不想要你的感谢，我想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你既然能先一步送家眷出京，便是早知今日会发生这场祸事。若我当真知晓内情，怎会今日才将他们送出京城？此事将至，你不怕吗？
刑讯之道，诡异伎俩，这些攻心招数在大理寺牢狱之中，已不知使过多少回。难道你也未看穿？我自然心有存疑。即便裴党罪大恶极，即便是圣上亲神，又怎么敢如此滥杀无辜？更何况还是官宦家眷。但我更好奇，那位义子手中的秘密财产究竟是何等数目，竟然值得如此大费周章？这桩案子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这不像你的性子。那我应当如何？我母亲与宇文长安共谋一事，我早已告知于你。你难道就猜不到，如今我们深陷这场困局，极有可能是他们二人所为？我猜到了。那你为何没有任何行动？你可从令堂口中问出什么内情？没有。你这个做女儿的都无可奈何，我又能做什么？难道我们就只能等？这桩案子已由宇文大人查办，我们只能等。况且，我也想看看这位庄家主母究竟还备了什么后手。郑家公子，抽中手签，对不住了，带走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求你们了！快让爹爹救我！娘！娘！求求你们了！不要！哥，一点！没事，没事。难道他们真的把人杀了？除非所有人上上下下都疯了。不行，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。无论那位义子究竟是谁，无论是为了母亲活命，还是为了我自己，都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冤枉大人！大人！你们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实点！庄尉迟在哪儿？迟，轮到你了。不要！官爷，我来，让我先来，不要带走我的迟儿。抽签定生死，这规矩可改不了。带走！不要！小娘，别带走我的迟儿！别带走我的迟儿！迟儿，我知道意思是。是谁？这儿人多，你带我出去，我告诉你。带走！走，老实点！迟儿，小娘，迟儿！三小姐，主母，我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迟儿吧！日后妾身给你们做牛做马，我都绝无怨言。四弟当真知道义子身份？他哪里知道这些呢？是我方才教他的，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。小娘，
他们都自身难保，求他们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我方才听见了，我听见三小姐和主母他们在布幔后面发生了争执，所以今日这番祸事绝对跟你们有关，对不对？绝对跟你们有关，是不是？他方才说什么？今日这祸事与谁有关？那义子到底是谁？你们知道对不对？是你们庄家老爷对不对？邓公子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谁是义子？请各位听我一言，我们今日遭遇之事，全是宇文长安胡作非为。无论从我朝律法还是世俗礼法，皆从无先例。即便是到了皇宫大内，即便是面对圣上天子，也是要讲道理的。我们为何要如此任人宰割？庄家三小姐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是啊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方才出去过，院中官差不过10余人，而眼下大殿之中，我们人数仍多于他们。桌椅板凳、烛台碗碟皆可为武器，你们可愿与我一同冲出去？宇文长安手持尚方剑，若我们硬冲出去，便是抗旨。你什么歹毒心肠啊你！抗旨是死，遵旨也是死。你若甘愿做软骨头，便自己去做。我庄寒烟，即便是死，也绝不做冤死鬼。若这大殿之中有人自认清白，不愿如此枉死，便跟我一起拿起武器。若眼下这审讯是一场骗局，我们就冲出大门揭穿他。若宇文长安当真如此草菅人命，我们即便是死，也要将此事闹得天下皆知。庄家姐姐，我陪你闯出去。若今日一定要死，那便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娘陪你。跟他们拼了！同一起！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母亲，无论如何，你绝不能死在今日，我也绝不能如此枉送性命。当真是要抗旨不成？宇文长安在哪？我们要见他。让他出来！我们就是清白的！让他出来！我们站着！我们是清白的！我们清白！他一出来就乱！对，谁敢来杀？胡子，赶紧回去！不然我真不客气了。宇文大人，天子犯法，尚与庶民同罪，即便手持尚方剑，亦不该不遵律法。你今日将我们关在此处，肆意屠杀，究竟有何依据？有何凭证？陈大人，宇文大人请庄家三小姐书房商谈。还不带路？
三小姐，我真是小看了你。宇文伯伯，事已至此，你说句实话，方才外面那些血水，究竟是人血，还是牲畜之血？你放心吧，都活着的，不过是一场戏罢了。什么戏？演给谁看？所有人，上至天子，下至今日会馆中的众人，他们不是罪人，而是证人。你与我母亲到底在做什么？宇文伯伯，您至今尚未娶妻成家，是心中还有放不下的人吧？你既已知晓，又何必来问我？如今大殿中这一众官宦家眷，遭如此戏弄折辱，人人心中早已心存怒火。若他们得知这一切都出自家母之手，只怕当下便要抓了他泄愤问罪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若你不肯告诉我实情，我便回到大殿去，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公之于众。你，她是你的母亲，你怎么忍心呢？那你又如何忍心？你若对她仍有情谊，又为何要害死她？宇文伯伯，我大概能猜到，你今日这番行径是母亲以情感胁迫于你。你一定也不愿眼睁睁看着她犯下这般傻事。趁着一切还有转圜余地，你把真相都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，可好？前些日子，义南商会会长忽然传讯与我求见，但却语焉不详，久久再无音讯。我便独自去了一趟儋州，与其见面之后，一番询问，他终于认罪。他说这10多年间，有一位陪党官宦，一直利用商会在清洗赃款，涉及数额巨大。但此人身份神秘，只于前年露过一面，但夜色正浓，他未看清此人面目，只知他年过40，是一位义南出身的京城官宦。所以，符合这2个条件的，便是如今宫中扣押的11人。还有第12位，便是傅云熙之父傅平生，他于去岁亡故，倒也符合商会会长的描述。所以我在除夕夜将商会会长带入宫中面圣，他亲口向圣上指认此事，圣上才密派我查办此案。您之前数次夜前庄府，便是与母亲商议此事。他要我亲自向圣上检举此案，让我为他，也为朝野清民、百姓苍生，将庄世阳捉拿归案。可即便如此，如今有12位嫌疑人，你们又如何将义子这盆脏水扣到我父亲头上？三小姐，大人，有位女眷声称有机密线索要来禀告，让她进来。母亲，你全都跟她说了。希文，你就听我一句吧，此事就此罢了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懂我的，母亲。即便你想大义灭亲，但你难道就一点儿也不顾惜女儿的性命吗？
自你归家之日起，我便想方设法将你赶出庄府。是你自己执迷不悟，非要趟这滩浑水，怪不得我。即便你想将父亲与义子牵扯一起，但你如此污蔑也是行不通的。污蔑？那我今日便告诉你，证据是什么。希文，你做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走！希文，开门！三小姐，你母亲不只是为了她自己，你就随她吧。庄家主母阮希文，不忍督察院严刑逼供，今日自愿招认五夫庄氏杨乃阉贼裴大夫之义子。庄家后院厨房内藏密道，直通裴大夫私宅。
敢放冯公公，圣上明察，下官冤枉啊！定是有人栽赃陷害，下官家中怎么会有什么密道？实证摆在面前，又有正妻亲口供认，这你可赖不了。庄家家眷押到后院，严加看管。爹爹，寒夜小姨不走吗？放心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有什么情况？圣上命大理寺协督察院供查此案，严大人让我找您去一趟。走。是。菩萨保佑，保佑我们阖家平安，度过此劫难。小娘，菩萨保佑，这些都是骗我们的，就连你都不知道此事，对不对？菩萨保佑。我不信，爹爹怎会是奸恶之人？待云溪哥哥回大理寺，一定会再查清楚，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菩萨。陈嬷嬷，你还是走吧，何必留下？主母，老奴今日僭越一次，叫你一声希文。当年阮家也算家大业大，如今却独留你我二人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在你心中，并不仅仅将我视作下人。若你不嫌弃，就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吧。宇文大人，我家老爷呢？他如何说？庄世阳死不认罪，但证据确凿，由不得他不认。即刻清点庄家所有家眷，带入大牢，不必等到秋后。明日午时，满门抄斩。庄家老爷庄世阳，祖母魏氏，正妻阮希文，妾室周如英，庶女庄雨山，庶子庄雨池。庄世阳一脉共计6人，带走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没有他庄寒燕？据黄册载录，庄家嫡女庄寒燕于2年前就从庄氏户籍除名，过继于儋州南章张佑昌名下，并非庄家之女。带走。池儿，医生，池儿，姐姐。池儿。母亲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曾经对你说过，当不公降临在你身上时，忍受是痛苦的。
反抗也一样是痛苦的。你不知晓缘由，便不会被恨意纠缠。才能管好这一生。你我母女情分，愿至今日。来世见。走吧。我叫庄寒燕，大雁冬去春来，我却在这个寒冷的冬日，不合时宜的从南方来到北国，在这冰天雪地中，我却苦苦寻觅一份温存。或许从一开始，我就错了。你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家。那你找到家了吗？姐夫这么快就来抄家了？大理寺职责所在，还请三小姐见谅。庄家倒了，哪里还有什么三小姐？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
傅云熙，这2日来种种变故，我不信你丝毫不知内情。你知道什么，对不对？事已至此，知道或不知道有什么分别吗？他们只是被下大狱，明日午时才斩首示众，我还有1天的时间。你还想做什么？我绝不能坐视不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下母亲和庄家。我要去赵玉见他，即便是死囚，行刑之前也该有亲人探视的资格。你别忘了，你的姓名已被朱笔勾去，如今并非庄府亲眷。大人，大人，督察院派人来催促了。走。你去哪儿？赵玉，即便放你进去，他也不会愿意再见你，反而会让你再一次身陷险境。若是家都没了，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眷恋？若是不能救下母亲，我也无颜独活于世。若你无处可去，傅家愿意为你提供一处容身之所。多谢姐夫好意，但你不懂，寄人篱下的日子是什么滋味。我此生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。大人，庄世阳在认罪画押之时又再反悔，提出要见一个人。谁？庄寒燕。官爷，各位官爷，行行好，行行好啊！我们庄府满门遭难，只剩下一个早就过继出去的女儿，只求让我们父女俩见个面，好交代后事，也好给我们收尸啊！寒燕，寒燕，父亲，你终于来了，寒燕。父亲，庄大人，有什么要交代的，现下便说吧。多谢傅大人，能否让我们父女俩单独说些体己话？此事不合规矩，大人见谅。父亲，那密道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当真与裴堂有所牵连？那意思果真是你？哎呀，可不能乱说呀！爹爹是有苦衷的。那裴大夫是何许人呢？阎王见了都要抖3抖。爹爹只不过是翰林院小小编修，无权无势，要护住全家人性命，有时候身不由己啊。所以，那密道，言而总之，眼下我们是命悬一线，只有你能救我们庄家满门的性命。绝境也可以放生，山穷水尽也能柳暗花明。爹爹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。这是如今罪诏一下，又有人急于置我们庄府于死地，哪怕有证据能让我们脱罪，也不能轻易说出来，只怕会遭人暗中汇聚。那我应当如何做？记住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后人的罪过不应该连累前人，前人犯的错也不该报应给后人。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就在你手上了。庄大人，你哀求父女相会，本说是要交代后事啊。啊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这样，这地
牙人。庄家这座宅邸确实是经我手买入，但是啊，这已经是2、3年前的旧事了。我这个账本上啊，也不一定每笔买卖都有记录。那也就是说，庄府宅邸并非新建，而是从他人手中购入。这个不假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究竟是何人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您查到记录了？我牙婆子做的是正经营生，我可不敢得罪贵人呢。你还是快走吧，快走。哎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婆婆，这些都给您，我只要您一句实话。庄家宅邸的前任主人可是本朝王爷，你寻他做什么？王爷？顺平王吴有之。后人的罪过，不该连累前人；前人犯的错，也不该报应给后人。难道父亲的意思是，那密道是宅子前任主人吴有之所挖？婆婆啊，您可知这位顺平王是什么出身？他好像是义男出身。此人身份神秘，其年过40，是一位义男出身的京城官宦。年过40，义男出身，此人与配党义子的信息也对上了。无论他到底是不是义子，若能寻到他，这一切或许就有转机。姑娘，我劝你千万别掺和这顺平王爷的事儿。为何？他虽然是外姓王爷，也并无实权，可他毕竟是皇亲国戚，而且他恶名在外，并非善类。据说呀，前些日他出门了之后，便再不见人影。他失踪了？可不是嘛！我估摸着，他应该是遇到什么仇家，然后被仇家给绑了去。现在王府上下就只剩下一个主母王妃当家。婆婆啊，您方才说您还做人牙生意？怎么？你是要买人还是要卖人？卖人。卖谁？我。王妃，小心！你这丫头，快别碰我！王妃恕罪。怎么第一次见你，如此面生？奴婢燕儿，是今日新入府的丫鬟。第一日入府，便被派到内宅来伺候。谁安排的呀？是王爷安排的。王爷？王爷在哪儿？你胡说什么？谁说王爷回来了？王妃为何如此惊恐？您究竟在怕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您乃本朝王妃，身上却有不少旧伤，是王爷平日待你不好。王妃又为何这般诧异？似乎认定王爷不会回来。莫非是你暗害的他，谎称其离家未归？你这丫头，在这胡诌些什么？我叔父失踪多日，你却在家抚琴奏曲，可真是好雅兴。叔父，我们吴家早就怀疑是你暗中作怪，婶婶还是快说实话吧，不然我们进宫面圣，评评理。去就去，我有何不敢呢？当初嫁进你们吴家，前2年还有几分温存，可成婚以后的第3年，
他便犹如凶鬼附身一般，将我困在这偏院中，困在这王府中守活寡。我巴不得他死呢，他死了，再也没有人敢打我、辱我。我呀，哪怕去村中寻个村夫改嫁，也比在这儿受苦受罪的强呢。如此说来，你当真不知道他下落？我本来想给他留一些脸面，不说这些的，但你们吴家三番两次来烦我，不如去红柳院吧，去问问那个姚姐，那个小蹄子，才是吴有志的正房娘子，才是你们吴家的好媳妇啊。红柳院，这张申契我花了大价钱才从保姆那儿拿下。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王爷的确是我的老主顾，那天他夜宿红柳院，打早便独自离了去，然后就听说不见了踪影。我是真不知道他如今下落。那夜他与你相见，可有提起什么，或有什么异样？你若不说，我便将这申契撕了，日后你就做个无名无姓无户籍的流民去。哎，别！哎呀，罢了，反正你已经为我赎了身，日后也不用再做这行买卖了，我就全都告诉你算了。那王爷呀，确实有点不对劲。何处不对劲？我与他初识那日，他喝醉了酒，我便上前为他宽衣解带，不想却引来他一阵怒斥。后来他虽然时常光顾我生意，进了房中却只喝酒睡觉，从不行床子之欢，还让我莫将此事告知他人。我呢，早也猜到了，听闻他与府中王妃不睦，一定是因为他肾气不足，患有痿厥之症。前2年还有几分温存，可成婚以后的第3年，他便犹如凶鬼附身一般，将我困在这偏院中，困在这王府中守活寡。素闻落网陪党骨干，皆被迫受净身之刑。莫非庄府宅邸3年前是王府别院？若他是已被净身的陪党骨干，只要寻到其下落，再验明正身，就可以证明密道是他所为，就可以救下庄家满门。你这小姑娘倒是比大理寺那些官差有情义。大理寺？是啊，王爷失踪前日就有大理寺官差来红柳院盘问过我，长得嘛倒是挺俊朗，可惜啊是个不近人情的罗刹脸。你可知那人姓名？我记得好像是姓傅。大人，庄家三小姐从赵狱出来之后，先是去寻了一位牙婆，随后又乔装成一名丫鬟去了顺平王府，方才还将红柳院的曼儿姑娘给赎了身。不过几个时辰便能顺藤摸瓜，如此手脚麻利。若依庄世阳在狱中所言，他当真想用顺平王来翻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后人犯错不该连累前人，前人的罪过更不该报应后人。如今看来，庄世阳便是在暗示，让庄寒燕去找庄家宅子的前人，将密道一事全都推在他的头上。若庄寒燕真能把此事办成，无论真假，确实能为庄家满门洗脱罪名。可是大人，这顺平王吴有志，再等等看吧。去完红柳院，只怕下一个便是要来找我问罪了。大人，庄家三小姐登门求见。
来的倒是挺快。这个梅花好漂亮，我要这个。可惜店铺中贩卖的印章全是花卉，没有更好看的图文样式。还有什么图文？比如你爹爹的腰牌上刻有麒麟神兽，印出来啊，一定更好看。阿芝，爹爹，爹爹，你看寒衣小姨送我的花店好看吗？好看。寒衣小姨，爹爹腰牌上果真有麒麟。爹爹，能把你的腰牌借我玩一玩吗？爹爹。好。给。今日来寻我，所谓何事啊？姐夫今日曾说，若我找不到容身之所，可随时来傅家借住。难道这就反悔了？你当真？看来姐夫今日所言，只是客套话。为何突然放弃了？我只是认清了现实。失了庄家嫡女这个身份，我今日连一餐饭都没有着落，更别提解救庄家满门。若姐夫今日只是随口戏言，那确实我唐突了，这就告辞。等等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若你当真要寻一处住所，我这便为你安排。大人不用问问家中母亲的意思，此事我可以做主。那便多谢姐夫。不知可否为我备一些餐食？我今日粒米未进，已经饿得脚下虚浮。也好，那你先去膳厅，稍等片刻。拦住他！三小姐恕罪，说就作罢。姐夫有何吩咐？莫非你要去找阿芝，玩她新得的印章？姐夫见笑了，我第二次来贵府，尚不熟悉方位。无妨，请。大人，你信他？不信。他如此这般，莫非是要去偷你的腰牌？去看看。大人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有，我的腰牌自然认得。默默，庄家三小姐登门借宿，你现在便去为她备一些餐食，再备一间厢房，记住，莫要怠慢。奴婢方才瞧见庄家三小姐匆匆忙忙从后院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慕言，你可有带腰牌？自然带了。大人，我……拦住他！好一招声东击西，你我都中计了。莫风，三小姐，傅云熙有难，慕言已经去解救了，让我来大理寺找你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左行场的人，好像说有一个叫吴有志的，但情形危急，我也没有听明白。总之他们在寻找吴有志的下落，逼傅云熙带他们去找此人。你们为何会在一起？慕言把这个扔给我，说让我把这个给你，你才会相信我。哎，等等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什么？上！
庄家三小姐可曾来过？回禀大人，属下不认得谁是庄家三小姐，但是方才有位女子来过，不知和沐风大人说了什么，两人慌慌张张的骑马朝北去了。走，是。走。走。我们这是去哪儿？自然是去寻吴有志。此人是谁？也是裴党余孽？是。那他为何会在傅云熙手中？这事非常复杂，还是等大人亲自告诉你。大人，哥哥，大人。那吴有志就被关在此处。大人呢？五哥哥呢？怎么不见他们人影？难道他们把左行长余孽骗到别的地方去了？三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给我一个解释。吴有志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把刀放下。庄行燕，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你。傅云熙，是我低估了你。你说我满口谎言，但你对我又有几句实话？吴有志在哪儿？你为何要将他藏在此处？你们二人守在屋外。是。别找了，吴有志不在房中，这里也没有你趁手的武器。坐吧。诏狱之中，庄世阳和你说了什么？傅大人不是也在场吗？听得到两京13省的八面来风，却听不明白一个囚徒的临终之言。衙人、王府、青楼，大理寺的腰牌你都敢偷，舍了性命也要来找顺平王吴有志，就凭父亲在狱中一句嘱托。你跟踪我，雁过总会留痕。是，所以你傅云熙办事也并非全无痕迹。俗话说伤者记正，儋州商会会长为何不远千里进京作证？此人饱受裴大夫欺压，如今裴党倒台，他自然要撇清关系。那可巧了，裴党倒台已久，此人一直没有丝毫动静，直到傅大人去了儋州一次，此人就突然自愿进京，只认一子。你敢说你没有在儋州见过他？若见过呢？那他此次进京，便极有可能是在你授意之下。终究也是可能。此前你借助庄府玉竹轩之时，我就已经猜到，你莫名前往儋州，是想调查裴大夫义子的财产是否与儋州商贾有关。眼下看来，当时你是找到了儋州商会会长，并已经拿到他的口供，得知裴党义子前年露面一事，是也不是？你自知商会会长证词不够分量，便先按兵不动。后来你逼我窃听监家阁，得知我母亲手中有一重大证据，足以证明父亲就是裴党义子。此时你才指使会长入京，让他去寻宇文长安提供证词，以此引诱我母亲出手发难。所以我们被困会馆之时，你才能如此不急不躁。所以，你才能提前预知即将有大事发生，提前将家人送出京城避难。我说的可有错？如今我们庄家遭遇这场灾祸，看似是母亲和宇文长安暗中筹谋，实则这一切都是你傅云熙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你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除夕那日便听说，圣上宣你入宫，命你30日内查出义子身份。此案闹得沸沸扬扬，若30日后仍无进展，
圣上丢的是脸，而你丢的是命。三小姐果然聪慧啊，一点点蛛丝马迹，还真让你拼出了真相。只要从结果往前推，虽然有颇多曲折，但并不算难。唉，你猜到真相又如何？庄世阳虽语焉不详，自称有诸多苦衷，但他已承认他就是裴党义子。如今真凶已落网，无论我使了多少手段，我都没有冤枉他一分一毫。即便他真的是裴党义子，即便他罪大恶极，凭什么我母亲也要陪葬？他确实无辜，但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如他所愿呢？我若告诉你吴有之的下落，你当真要救下庄世阳，让他多年的筹谋付之东流？我要救，我当然要救。我活了17年，今日才第一次知道被母亲保护是什么样的滋味。我今生好不容易才寻到我的母亲，可我明日就要失去这一切了。无论她是否有仇怨，无论她有何种仇怨，无论这仇怨是因何而起，日后我都可以帮她得报，但她绝不能如此不明不白地与庄家满们一同受刑。所以，吴有之究竟在哪？他已经死了，他的尸首就埋在屋外竹林中心的空地。无妨，他是死是活都好。如今天寒地冻，只要尸身尚未腐烂，便足以证明他是阉党。药，好好睡一觉吧，别再折腾了。放过我，庄寒夜，应该是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吧。有一件事情，你猜错了，我并非有意私藏吴有之，他确为裴党奸佞，还是个硬骨头。1个月前，我将他抓入大理寺刑讯逼供。却不想，他竟连1轮审讯都未挺过，便当场殒命。纵然他死有余辜，但我分说不明，他是身体本就亏虚，还是遭我打杀？他虽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姓王爷，却也是皇亲国戚。你若拿他尸首去翻案，我便罪责难逃。庄寒言，自你入京以来，我便待你不薄。如今你已打定主意要用我的命去换你们庄家满门的性命吗？傅云喜，你用不着巧言令色。在你决定设局，利用我母亲，害我庄家满门问斩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我的生死？说到底，你我都是自私之人。放心。若你因此案而死，日后我定皇之相助，供奉于你。
他藏起他从前满身疤痕。庄寒烟，这是你第3次想要杀我了。除夕之夜，我也以为我们之间还有别的可能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能脱困？他已经死了，他的尸首就埋在屋外竹林中心的空地。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于公而言，若庄师阳真是裴党义子的话，大人只是迂回设计，让真凶伏法落网罢了。于私呢？三小姐是为了保护母亲家眷，可大人您自己也有满门老幼啊。而且这个吴有志，毕竟祖上有从龙之功，您就这么放任三小姐把尸首带走了？到时候大理寺追查起她的死因来，您是要承担极大罪责的。总不至于是死罪。义子一案还可以再查，但他的母亲，或许是他如今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温存。放任他去吧。昨日被抓，今日就看到，这大理寺办案，以往也从未如此之草率吧？是啊，听闻此案是由督察院的大人手持尚方剑，现斩好奏。
个死人啊！这不是庄家三小姐吗？听闻今日庄家要上刑场了。哦，午时将至，走，咱过去看看。走。午时已至，准备行刑。我有冤情要报。你有何冤情？我庄家近日满门蒙难，皆因家中有一处密道通往裴大福私宅花园。此宅邸乃我3年前于顺平王爷吴有志手中购得，密道定是他所为，与我庄府全无半点干系。今日冤杀无辜，天道难容，天道难容。请看大理寺如何处理是吧？庄世阳，此案如今证据确凿，况且顺平王爷已失踪多日，你口中所谓冤情无从查证，你还是认命吧。刽子手准备。即刻行刑！裴党奸佞之臣，顺平王吴有志，尸首在此。海燕，好女儿，孩子，孩子，你醒了，你可算醒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父亲，哎，海燕，
我在哪儿？孩子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哎呀，还是祖宗积德呀！多亏了你这好孩子，咱们家才没遭殃啊。你已昏迷数日，高烧不退，可把我们给吓坏了。母亲呢？你母亲好着呢，她于家中发现密道，却不信任我，竟误以为我是裴党义子，这才闹出这番祸事。幸亏严大人最后关头洞若观火，力阻督察院先斩后奏，为父这才洗脱冤屈啊。念在你母亲虽言行鲁莽，但为酿成大错，这才略加训诫，未曾降罪呀。大理寺已经翻案了，那宇文伯伯呢？啊，我与宇文大人素有积怨，不过是陈年往事，日后分说清楚便是。毕竟来日方长，你也先安心养病吧。养好身子最重要。现如今，庄家嫡女庄寒燕会馆平息内乱，法场威师救家的英勇事迹，那在京城啊都传遍了。人人都说生女当生庄家女。岂止这一句啊，还有人说娶妻当娶庄家女。对呀，你做什么？我要见母亲。你这孩子，慢点。主母，好歹进些吧，都热了好几遍了。主母，让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三小姐，你还是回去养病吧，主母也要歇息。母亲，你积极得逞，为何还要来纠缠不休？当初害我双腿残疾的人是你，如今让我功亏一篑的人还是你。你命中克我，毁我一生。滚！即便你恨我，我也绝不后悔。滚！滚！三小姐，三小姐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！三小姐，快走！三小姐，别再犯傻了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只是想要他一句真话。回来，回来！你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三小姐，你们母女闹到如今这般地步，我实在是不忍心。既然主母不愿开口，那三小姐苦苦追问的真相，老奴便擅自做主告诉你。当年你母亲嫁入庄家，与老爷也是有过2年和睦日子的。大夫，都说小气肚皮尖，定是个男孩，您说呢？脉象平稳，胎心有力，说不定要提前恭喜贵府弄璋之喜了。这么说，果真是个男孩，太好了，咱庄家有后了。都说母女连心，我倒想是个女儿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太爷晕倒了。令尊病逝，不容乐观啊！求大夫再尽力一试。你父亲向来康健，怎么会突然发病？莫不是中邪了？你立即去帮我打听，
如今京城最出名的天师道长是谁？是姨娘。敢问府中近半年来可见商人，比如采买奴仆或添丁进口？我家夫人即将产子。府中黑气盘旋，这尚未出生的小公子，怕是已被这赤脚鬼附体。到时候不但小公子性命难保，还会勾走令尊的性命。如何能破？夫人诞子之时，便是赤脚鬼临门之际，需以桃木重击婴儿双足，方能驱逐厉鬼。如此我儿岂能活命？这可不行！就没有别的法子能救我父亲的性命？使劲儿！使劲儿！再来碗水！怎就偏偏如此凑巧，一定要是个男胎？使劲儿啊！使劲儿啊，夫人！只要是庄家嫡长子，便还有转圜之机。厉鬼难缠，唯有我与大人所说之法，方能破解。请大人决断。朱母，这些赤脚大夫全都瞧错了，是个女儿。女儿也好啊，你生于寒冬，便叫你寒烟。望你不畏凌寒，此生傲骨凌厉，展翅高飞于青天之上。么？陈嬷嬷，怎么了？主母，您方才险些难产，奴婢没敢告诉您。永寿堂中来了一个道士。主母生了，是位千金。啊，是女儿。是。千金，你们可瞧清楚了，真的不是儿子吗？千真万确。庄老太爷已往东方长乐世界，诸位节哀吧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厉鬼凶残，克死庄老太爷只是开始。若不除掉这赤脚鬼，不仅何府难安，恐怕尊夫人和刚出世的千金小姐性命也不保啊！这乱妃的出道是真的，他们不杀了他！主母，主母，主母，您刚刚诞下孩子，万不可冲动。主母，这怕是有人暗生记恨，早就设下了如此死局。周如意，陈嬷嬷，快点！哎，让开！主母，前后大门已下重锁，家主正在监家阁候着您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求求你救救我可怜的孩子吧！她也是你的亲孙女啊！求你哪怕慈悲为她死不行！母亲，求你看到她，母亲，求你看到她！你终身如素，每日都为你扎经念佛，为你祈福，求求你救救她！母亲，你开门啊！求求你！啊！
周如意，周如意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，周如意，周如意，开门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。从今以后，我愿意终身侍奉你，为奴为婢，绝无怨言。周如意，你开门啊！你不是喜欢我那套妆帘吗？你拿去，但凡我有，只要你想，你喜欢你统统拿去，我只要我的孩子活着行吗？这是何故啊？你也是有孩子的人啊，难道连一个婴儿都见死不救吗？周如意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周如意，给你磕头，周如意，周如意，救救我的孩子，祖母！赤脚厉鬼，速速显形！庄学阳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求你放我和女儿一条生路。我发誓我会带着女儿离开，此生都不再踏入仇府一步。希文，这人是在做法驱邪，他是为了保住孩子的性命，快点交出来！他才诞生于世，你可想过这桃木棍子打下去的后果？她也是你的女儿啊！我求你了，我自知她是你我骨肉，我绝不会害她，你信我一次。臭道士，你凭何判定我女儿是赤脚恶鬼？说！尔等肉眼凡胎，看不见那团妖邪黑气萦绕在蒹葭阁之中，贫道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可我却听说，你初到庄府，自称的恶鬼是小公子，是男是女并无分别，只隔着一层肚皮，你都分不清男女，还敢在这招摇撞骗，说能变成鬼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庄大人，令正被赤脚鬼侵扰，已失理智，贫道可要得罪了。当心做法，切勿伤及我妻女。我告诉你们，庄家确有人当厉鬼附身，但并非这幼女婴儿，而是我阮启文。蒹葭阁中的妖邪之气是我，死老太爷的人也是我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。这厉鬼他逼我、迫我、害我，欲夺我女儿性命，欲夺我肉身躯体，欲将我变成厉鬼。希文，将来你我还会有子嗣，我加倍补偿于你。今日求你保我们庄家渡过难关。你们庄家最大的前人，就是我阮希文。这厉鬼就藏于我体内，它搅得我头昏欲裂，搅得我人心天失。赵道士，你若真的有法力能够降妖除魔，就速速动手！希文，庄大人，不能再拖了。动手！你听风吹我的心，模糊了眼睛，你明示之情伤我最轻易，雪落下没声音，心满最寂静，为何亲手推我离去，爱都成恨意。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别怨我无情。雪落下没声音，
维护你。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时间的缘都太浅，无缘你曾自那以后，你就被送去了儋州乡野，而朱木也再无法下地走路，不仅被迫承受骨肉分离之苦，更是只能终身蜷坐轮椅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你笑颜。滚！要干什么？你别骂我，我杀了你！你要干什么？到底要干什么？小孩子，你跟他面临逆种，你要干什么？要干什么？小孩子！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别怨我无情。雪落下没声音，爱你最激情，很柔情，此生只维护你。宿命的线，谁来牵？时间的缘都太浅。你跟他们一样，都是来羞辱我的，都是来害我的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时间的缘都太浅，你此生无过，会无过，你人生都如我，只愿线不愿见，留下的遗憾，此时缘也难免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。你为何要回来？我已在这无间地狱拖着残缺的身体，自我折磨的苦熬多年。你为何又要回来重蹈覆辙啊？为何啊？阿姨，都是周如烟害了我们。他只是一把刀，真正的知人之人才是罪大恶极。你是说，父亲阮家一夜蒙难，恰恰是在我和宇文长安将成亲之时。你被误为赤脚鬼，恰恰是在你祖父莫名发病之际。你以为这桩桩件件都是偶然？我此前所为，皆是要为你、为我、为惨遭灭门的阮家，让庄世阳这恶人偿命。我隐藏恨意，为身后宅多年，等的就是裴大富生死，他背后的议政倒台。纵使他最擅长金蝉脱缰，只要在你那会馆众目睽睽之下揭开他的罪行，一定能够将他一举击倒的。祖父之死，阮家遭难，这也是他所为。他自然不会承认，但全都是他安排啊！即便这一切苦难皆是父亲幕后操作，但也绝不值得你以牺牲性命为代价，与恶人一同赴死。你我母女二人，既已遭受分离之苦、残缺之痛，
那从今往后更要好好活着，不是吗？阿爷，我做不到啊！我此生早无其他指望，仅凭这一丝执念支撑我才活到现在，你懂吗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再没机会了。我懂。我懂。母亲，我并非要你放下仇恨，但若此生只为仇恨而活，只为恶人而活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自苦？请你答应我，先摒弃求死之志，给女儿一个机会，让我帮您寻找这世间上值得留恋的人或事，好吗？其实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身体，你别怨我无情。雪落下没声音，爱你最凄清，恨若无情，此生只维护你。宿命的线谁来牵？世间的缘都太浅，我愿你此生无过欠，我来生都如愿。只愿的线不愿见，留下的遗憾此时难免难免。我好像在梦里看见，空如眠。此刻你就在我身边。庄三小姐，你背去法场的尸首，确实乃顺平王爷吴有志本尊。此人受过阉刑，旧宅中藏有密道，又是义男出身，眼下确实乃裴党义子最大的嫌疑人。小女相信大理寺会秉公调查，还家父一个清白。不要紧张。义子一案宇文长安办案草率，引得宫中震怒。如今圣上已将此案重新发回我大理寺细细查办，令尊也已恢复清白之身。只是吴有志虽然身负嫌疑，却仍乃皇亲国戚，断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。我今日请你前来，就是想问，吴有志已经失踪多时，这尸首你是从何而来？仵作查验尸身的时候，发现其身上有大理寺刑具之痕，而傅少卿也承认，当初查办案件的时候，把吴有志带回大理寺用过刑。小女在追查吴有志下落之时，曾被一个贼人掳走，将我关入京郊一处民房中。那贼人想要杀人灭口，将我与一具尸首活埋一处。后来小女侥幸逃脱，又意外发现那具尸首正是吴有志。贼人是何人？小女当时受了惊吓，未能看清贼人长相。韩燕认得路，不劳烦傅大人相送。只怕再有贼人近身，三小姐，不是每次都能侥幸脱逃的。如今你我手中皆握有彼此把柄，我只求日后你我相安无事。否则，我保不齐哪天就记起那杀死顺平王爷的凶手贼人面目。如此说来，我得谢过三小姐替我瞒下此事。我自知你的手段，只要你别再来害我，我自会守口如瓶。父亲怎么来了？爹爹来接你归家吃饭，啊，
姑爷可得空闲呢？恭喜岳父大人又逃过一劫。义子一案仍未了结，大理寺公务繁忙，只怕没时间等了。那就不敢叨扰了，只盼姑爷能够早日救出这作恶多端的裴大福义子，不然这京城不得安宁啊！一定。好。列祖列宗在上，父亲，儿带着韩燕来看您了。此次庄府劫后余生，定是父亲在天上庇佑。父亲，您在狱中所说的义子一事，到底有什么苦衷？义子？我何曾说过什么义子？您说您有苦衷，无权无势，是为护下全家性命，这才身不由己与裴党有了牵连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们庄家世代清白，为父怎么会和裴党有染？你不能胡说八道。这里没有外人，您若有苦衷，大可以敞开心扉告诉我，女儿定会设法为父亲排忧解难。韩燕，你来给祖父上支香吧。告诉祖父，你长大了，你庄韩燕是我们庄家最有出息的孩子。父亲说的对，庄家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既然父亲认可女儿的能力，那女儿便斗胆自请掌家，为父亲分忧。韩燕在儋州多年，并未行过及笄礼，此事与礼法不符啊。那便请父亲为韩燕举办及笄礼，再将掌家权交给我便好。最近翰林院有件大事要办，为父怕是片刻不能分身呢。是何大事啊？有位西洋儒士远渡重洋而来，要与我朝互通学问，兼收并蓄。此事由翰林院负责，为父受命随侍左右，要与翰林院同僚，一起将这位大儒平生所学编成一部四海大典，所以这及笄礼仪式，我想……既然父亲身负重任，那及笄礼仪式交由母亲便好。好，甚好，那就交给你母亲。多谢父亲。小女韩燕贤淑无双，择今吉日，延请众宾承其笄礼。一拜。
机理即成，今日为父，便将庄家长家之权交予你。望自此遵道从礼，一世一家，安乐平生。女儿不敏，竟成铭记。禀主母，宫中派了人来，说是奉苗贵妃之命，专为三小姐送来吉吉贺礼。这庄家嫡女之名都传入到宫里去了。这你都不知道？当年京城有双叔，都是清流之家的贵女，一位成了盛宠多年的苗贵妃，另一位成了庄家主母。她们二位情同姐妹，形影不离，当年也是一段佳话呢。母亲竟与宫中贵妃也是旧相识。昔日故友罢了。他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我已藏于后院多年不出，很多年都没再见过了。希文，恭喜三小姐吉吉之礼。多谢宇文伯伯。我听闻你被圣上挺直了。本以为由你来了结裴党一案，定能加官进爵，终究还是我拖累了你。臣服宦海半生，我早已厌倦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。只是在京城中，我还是有放不下的牵挂。宇文伯伯，你打算离京啊？确有这个打算。希文，能否为我定夺一二？此等大事，我如何能替你定夺？若你去意已定，我便祝你日后能够平安顺遂。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。希文，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已蹉跎半生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蹉跎半生又如何？你还是有选择的机会嘛。宇文伯伯，请你自重。抱歉，我也该告辞了。母亲，你当真不愿再给自己一个机会？莫要再提此事。不知姐夫引我到此处来，意欲何为？庄家今日热闹，也就这祠堂还清静些。你有何机密要事相商？你与令尊是否在谈过义子一案？他只说，狱中之言，皆为权宜之计。你信吗？我只知道，傅大人心思千回百转，动辄便要置人满门于死地。我不能再信你半分。你昏迷那几日，庄世阳曾受大理寺问询，他也只说是权宜之计。
此香名唤镇魂香，民间少见，寻常人家绝不会用它给亲人上香。三小姐可知为何？因为它是专门用来压制冤魂的香。灵位前点上一支，便能叫那些枉死之人无法投胎，无法作乱。岳父大人这些年来，便是一直用它来镇压你祖父的魂魄。你被误为赤脚鬼，恰恰是在你祖父莫名发病之际。你以为这桩桩件件都是偶然？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并非愚笨之人，一定早就察觉庄世阳其人绝非表面看起来这般怯懦简单。但你怕查出真相。若庄世阳就是裴党义子，届时庄家满门再遭受株连之罪，所有人将再次走入死局，包括你最在意之人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？义子一案仍未了结，经过此番风波，宫中更是要加派人手，速速调查个水落石出。若我是你，绝不会一味逃避，而是要先发制人，比大理寺督察院、皇宫大内更快一步查出证据，如此才能提前做好应对之策。你和我说这些，究竟有何意图？共谋。什么意思？因吴有之一案，我已被大理寺停职。若你我共谋，查出证据，将庄世阳送入大狱，我自可立功，官复原职，而且能保你大仇得报，且不累及家人。我自知父亲是有些古怪，但你当真认为他是义子？庄世阳3年前买下吴有之别院，吴有之偏偏又是裴党，又是义男出身。会有如此凑巧的事情？不然呢？庄家虽2代为官，但绝非大富大贵之家。3年前，庄世阳花大价钱买下这座豪华宅院，只怕当时便已有了打算。若密道一事来日东窗事发，可全部推到吴有志的身上。甚至，当初招纳那位蠢材王爷入左行场时，已预备将他当作义子的挡箭牌、替死鬼。你当真认为我父亲能有如此心计？能受裴大夫青睐，收为义子，自然绝非凡人。我不过是一个后宅女子，你为何非要找我？能将我苦心铺排许久的筹谋看穿。三小姐绝非寻常后宅女子，况且你乃庄家嫡女，如今又深受庄世阳的宠爱，自然是第一人选。他终究是我的父亲，你认为我会答应你？那便要看三小姐如何抉择了。我也只能言尽于此。若你有意，可随时来寻我。小姐，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周姨娘在找您呢，说是要交接管家钥匙。走吧，也该会一会他。是。三小姐，长家的钥匙还有账簿都在这儿了，若有什么需要奴婢出力的，您尽管开口吩咐。那韩燕就不客气了，我正想问姨娘讨要陶嬷嬷呢。听闻陶嬷嬷忠心能干，韩燕一直看在眼里，不知姨娘可舍得？姨娘，救救老奴！要落到三小姐手里，那老奴还能有活路吗？姨娘，救救我！三小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我都是奴婢，现如今三小姐当家，三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陶嬷嬷说笑了，
我自然不会将你发卖出去。不知三小姐要如何安排老奴呢？不如你就去蒹葭阁陈嬷嬷手底下做工吧。唐嬷嬷，请吧。姨娘，姨娘，救救我！姨娘，救救我！多谢姨娘，那寒宴就告辞了。三小姐慢走。三小姐，姨娘还有何事？你四弟少不经事，经此一遭，他必能收敛那顽劣的性子。以后呢，我也会好好教导他。如今这偌大的庄府都是三小姐一个人说了算，还望三小姐大人大量。之前的那些事儿，寒烟领的是长家之权，必然事事以公正为先。您不必多虑。啊，是我失言了。这是难得的野山参，你们这就送到玉竹轩去，要恭恭敬敬的谢谢三小姐的救命之恩。是，我现在就去。你个蠢货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才不屑巴结他。哎呦，小祖宗，现在庄府的后宅都是他说了算，你还不明事理？只要爹爹还愿意为我撑腰，我便不怕他。他现在早就不是那个刚从儋州回来的乡野丫头了，如今我们斗不过他，只能先蛰伏下来，静候时机。对，说什么他为我们全家洗冤，父亲本就不是那老太监的义子啊！闭嘴！你们俩都给我记着，往后绝不可再提义子一事，尤其是在你们父亲面前。池儿，你去劝劝他。二姐姐，哎，好了，二姐姐，别生气了。小娘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骑在我们头上撒野的样子。忍忍吧，他现在压我们一头，我们何必以卵击石呢？京中遍地高门贵女，看不惯他的又不止我一个。我是斗不过他，可总有人能治得了他。从前母亲管家，每日也是这样繁琐辛苦吗？主母正是知道管家辛苦，所以这才把奴婢派到三小姐身旁伺候。三小姐，有人托奴婢给您送请柬，邀您参加上元宴会。我在京中并无朋友，谁会要我？这请柬上特意注明，受邀者需母女一同参加，摆明是想看母亲和我的笑话。这，三小姐，您可千万别中计啊！这鸿门宴，或许是个机会。大人，茶陵酒家的姜老板
派人搜集来了。阿芝，你先。少。何人相邀啊？江老板说是庄家3小姐。3小姐急于邀我相会，可是想通了？共谋之前，当先共事。不知傅大人可愿意与我再成一事？他曾记他从前满身疤痕，他忘了他是谁，扮作贵人。夜幕沉沉，庭院深，迷雾阵阵。他已走入这战场，不容分身。几分爱，几分恨，不必追问。谁是假，谁是真，还需辨认。畏惧之中求温存，难免被笑天真。狼烟燃起号角吹，谁